各位安行晚年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福云。今天跟大伙儿聊一件咱们几乎每个月都可能碰上的事儿，就是咱们手上这张跟了咱们几十年的健保卡，它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宝藏。前阵子，一位70好几的大姐在医院正捏着一张单子，跟里头的护理师一来一往地说着。他说：姑娘，你再帮我瞅瞅，这电脑是不是算差了？怎么我就要交这200块的挂号费？刚才我瞧见前头的老张，怎么好像就没掏这个钱呢？柜台里的护理师小姑娘又解释了一遍，可大姐脸上那份将信将疑的神色，直到她慢腾腾地从一个洗得发旧的布钱包里数出2张钞票递进去，都还没完全散去。咱们这一代人，菜市场里青菜萝卜贵个1块2块都得掂量半天，更别说这上医院的事儿，一出手就是几百块。要是这里头有啥不明不白的差额，那可真让人心里憋得慌。其实很多时候真不是医院系统算错了，问题的根恐怕是出在咱们自己对这张健保卡了解的还不够透彻。它身上还挂着好几把能打开省钱宝箱的隐形钥匙，这些功能都是政府白纸黑字定下来的福利，实实在在是咱们缴了这么多年保费应得的权益。今天李福云就跟各位朋友们明明白白地盘一盘这健保卡里的几个黄金省钱功能，一旦弄明白了，一年省下个3、5千块，真不是夸张。所以我恳请大家先别急着往下滑，顺手给点个赞，再把这篇内容收藏好，下次上医院前拿出来瞅一眼，说不定就能派上大用场。咱们从最直接最基础的说起，这第一招啊，就是得好好盘点一下自己，看看是不是拥有了能直接减免挂号费的特殊身份。这些身份啊，就像是政府发给咱们的贵宾卡，但这卡不会自己说话，得咱们主动亮出来。有时候医院的系统更新没那么及时，或者柜台人员一时没留意，您要是不吭声，这福利可就悄悄溜过去了。头一类是持有福保资格的朋友。什么是福保呢？用咱们的老话说，就是健保第5类被保险人，通常指的是经过政府认定的低收入户家庭成员。国家为了保障这些家庭的基本医疗需求，制定了非常实在的优待政策。如果您或者您家里人有这个资格，李福云在这儿可得重重地提醒您，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更别怕麻烦。您去诊所或者医院看病，按照规定，不仅部分负担的费用是全免的，连那个让人心疼的挂号费，在绝大部分的医疗院所也都是全部免除。这是社会的温暖，是国家给咱们弱势群体的一份保命钱，咱们领的堂堂正正，用的心安理得。这里有个细处要留意，这个资格通常需要定期审核，有时候是1年1审。如果您发现之前能免，突然某次又不能免了，先别急着自己掏钱，更别埋怨医院。您第一个该做的就是去您户籍地的区公所或乡镇市公所社会课问一问，是不是资料需要更新了，或者审核的流程还没走完，多跑这一趟，可能就省下了后面无数次的挂号费。这第2类是持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身心障碍证明的朋友。说到这个，很多老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是给残疾人士的。我虽然年纪大，身子骨不如以前，但还算不上残障吧？这个想法呀，可得改改了。随着年纪增长，咱们身体的各种机能难免会衰退，比如耳朵背了，听别人说话越来越费劲，眼睛花了，看报纸得拿得老远，膝盖疼，腰腿不利索，走路变得慢吞吞，甚至需要拐杖帮忙。或者是中风之后留下了手脚无力、行动不便的后遗症，这些情况其实都已经影响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功能。您完全可以去找医生做一个详细的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很多咱们以为的老人病、老毛病，其实是符合申请身心障碍证明的标准的。一旦申请下来，您带着证明去公所办好注记手续，这个宝贵的资讯就会直接写进您健保卡的晶片里。
从今往后，不管您是去社区门口那个熟悉的小诊所，还是去人山人海的大医院，只要一刷健保卡，电脑荧幕上就会跳出您的身份提示，基本的挂号费减免是跑不了的。有的医院大方直接全免，有的则减收各50、100块。您可别小看这每次几十块的差额，正所谓滴水成河，粒米成箩，一个月跑1-2次医院，一年下来省下的钱足够买上好几桶优质的食用油，或者给孙子包上几个大红包了。这既是实惠，也是对咱们应有权益的尊重。接下来要说的第3类是重中之重，也是我最希望每位老朋友都了解，但同时又最不希望有人需要用上的，那就是重大伤病卡。人生路上难免风雨，如果不幸咱们自己或者至亲的家人被诊断出需要长期持续治疗的重大疾病，比如各种癌症、慢性肾衰竭，或是像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类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请您千万要记住一件事儿，主动向您的主治医师提出申请重大伤病注记。过去这是一张实体的纸卡，现在政府推行电子化，都直接整合注记在健保卡的晶片里了，更方便也不怕丢失。这个注记办妥之后，它的效力非常明确。今后您只要是因为这个被核准的重大伤病到相关的科别就医，依法您是完全不需要缴交部分负担费用的。光是这一项，每次就能省下几百元。更让人感到暖心的是，许多医院体谅这些需要长期抗战、频繁回诊的病友和家属经济负担重，往往会一并将挂号费也给予减免。您算算看，一次省下挂号费加部分负担，可能就是500-600元，一个月回诊2-3次，一年下来，这就是一笔上万元的沉重负担被卸下了。这不仅是金钱的减免，更是一份社会支持的力量，让您在对抗病魔的路上能稍微喘口气。所以，请务必知晓这个权益，并在需要时勇敢地申请它。好了，讲完这3类凭身份省钱的办法，荧幕前肯定有老朋友要问了，浮云啊，你讲的这些都好，可我就是个普通老头，身体没大毛病，也够不上低收入，更没那些证明，难道这省钱的事儿就跟我没缘分了？哎呦，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如果您符合上面那些条件，当然要好好运用，如果不符合，那咱们的年龄本身就是政府发给咱们的一张闪闪发光的金卡，只要岁数到了，福利自动找上门。目前台湾绝大多数的县市对辖内的公立医院都有明确的敬老挂号费优惠规定，特别是像我们常听到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体系、高雄市立联合医院体系等等。对于涉及在当地年满65岁或70岁以上的长辈，都有非常实在的优惠。有的医院是直接挂号费全免，有的则是减收50元。每个地方的规定，甚至同一体系不同院区的细则都可能略有差异，所以这里头就藏着一个必须要做的关键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李福云告诉您，很简单，就是开口问。下次您去医院，不管是第一次去还是老去，在柜台缴费的时候，别只是默默地把健保卡递进去，然后听着报价就掏钱。您可以在递卡的时候，脸上带点笑，客气地对里面的护理师说一句：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今年已经满70岁了，想请问一下，咱们医院对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家挂号费有没有什么优惠呀？您别小看这一句话，俗话说得好，嘴是开关，话是钱财，又说路在嘴上。多问这一句，您一点损失都没有，反而可能立刻得到惊喜。护理师一听，可能会马上在系统里查询，或者告诉您，有的，阿伯，我们医院对70岁以上长辈免挂号费，您这次不用付。您看，这省下来的50、100元，不就是您中午去菜市场能多买一条鲜鱼、2把翠绿青菜、几斤当季水果的钱吗？
这日子过得精打细算，不是小气，而是一种智慧，是把咱们有限的退休金花在更能提升生活品质的地方。所以切记，咱们的权益得靠咱们自己这张嘴去问出来，争取来，它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上面说的都是静态的省钱法，靠的是身份和年龄。接下来，李福云要跟您分享2招动态的省钱秘诀。这需要咱们在看病的流程上稍微多用一点点心思，但回报可是非常丰厚的。这第1招动态秘诀，我敢说有90%的人因为怕麻烦而不用，或者根本不知道，但它确确实实是省最大的杀手锏之一，特别适用于当您觉得自己可能需要去大医院看诊的时候。这一招就是善用咱们健保制度设计的转诊制度。咱们老人家身体有些小毛小病太正常了，比如感冒咳嗽拖了2周不好，皮肤上起了不明原因的红疹子，或者关节这里酸那里痛，总不见好。遇到这些情况，很多老伙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直接去大医院，觉得那里的医生权威，设备先进，一次解决问题。这个想法李福云非常理解，但从省钱和效率2个角度来看，这可能不是最优解。首先，大医院的收费标准是最高档的，如果您没有经过转诊，直接跑去医学中心挂号，那么您要支付的部分负担费用就是最高等级的，加上动辄200-300元的挂号费，随便看个门诊500-600元甚至700-800元就花出去了。其次，大医院人满为患，挂号难，排队久，您在拥挤的候诊区待上几个小时，不仅耗费精力，而且环境复杂，交叉感染的风险也无形中增加了。这对于抵抗力相对较弱的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风险。那正确的省钱又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呢？李福云给您拆解成简单的2步。第1步，当您身体出现不适，先别慌，也别嫌麻烦，走到您家巷子口您最信赖的那家社区诊所去，让诊所的助诊医师先帮您做一个初步的诊断和处理。社区诊所的医生通常有更充裕的时间听您详细描述病情，环境也更轻松，沟通起来更充分。很多常见病、小毛病在诊所层级其实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如果诊所医生经过检查和判断，认为您的病情确实比较复杂，需要大医院更精密的仪器做检查，或者需要专科医师进一步会诊，那么关键的第2步来了，请您务必请这位诊所医生为您开立一张转诊单。您可千万别小看这张薄薄的纸，或者觉得多此一举。这张转诊单是您通往大医院并享受费用减免的通行证和省钱金牌。凭着这张有效的转诊单，您到被转诊的大医院去挂号就医，您的部分负担费用会立刻获得大幅度的减免。原本可能要付400-500元的，转诊后可能只需要付100-200元，一次门诊就能省下200-300元，这可不是小数目。这是政府为了推动分级医疗，鼓励大家小病看小医院，大病转大医院而设立的奖励机制。用了转诊，您就等于响应了政策，也替自己省了钱，一举两得。更棒的是，很多大医院对于迟转诊单来的病患有专门的服务窗口或优先安排。您可能不用在网络上跟年轻人拼手速抢号，到了现场，服务人员会协助您挂号，省时又省力。您说这样的好事是不是该多用用？讲完转诊，紧接住的另一个动态省钱大招，专门针对咱们广大患有慢性病的老朋友，那就是慢性病连续处方间。咱们这个年纪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10个里头恐怕得有6-7个，这些病需要长期服药控制，雷打不动。过去大家都很老实，要吃完了就掐着日子，每个月准时回到医院重新挂号，排队看医生，等医生开方再去批假领药。这一个流程走下来，不仅要多付一次挂号费，还要搭上一整个上午甚至更长的时间，劳心劳力。
现在李福云告诉您一个更聪明、更省钱省力的办法。当您的慢性病病情在医生的治疗下已经进入稳定期，血压、血糖都控制得平稳妥当，每次回诊，医生也只是例行问问情况，开同样的药时，您就可以主动、客气地向您的主治医生提出一个请求：医生，我的病情最近好像都蛮稳定的，药也吃得很习惯，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您这次帮我开慢性病连续处方笺呢？什么是慢笺？简单说，就是医生一次过为您开立未来3个月的用药处方。您当次在医院拿到第1个月的药并缴交相关费用后，这张慢笺就生效了，上面会清楚地注明您未来2个月领药的时间。到了第2个月和第3个月该领药的时候，您完全不需要再回到医院，您只需要带着这张慢笺和您的健保卡，到您家附近任何一家门口贴有健保特约药局标志的社区药局去，药师就能根据处方把药品调配好交给您。这里的黄金重点来了，凭借慢笺到健保特约药局领药，您不需要支付任何挂号费，而且连药品的部分负担也是0元。也就是说，您去拿着第2个月、第3个月的药是1毛钱都不用花的，纯粹就是去把药领回来。您静下心算一笔账，如果没有慢笺，您每个月回医院，就算挂号费只付优惠价50元，3个月也要150元。如果用上慢笺，后2个月这150元就全省下了，一年有4个，3个月光挂号费就能省下600元。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如果您的挂号费原价更高，或者您领的药品本身有部分负担，那省下的就更多了。一年省下2-3千元药费是完全可能的。除了省钱，去社区药局领药还有个好处，药局的药师往往有更充足的时间为您做用药指导，告诉您每种药什么时候吃，怎么吃效果最好，要注意什么，服务非常贴心周到。这真是一个既顾好了健康，又看紧了荷包的绝佳办法。说到这儿，李福云的分享还没完呢。在最后，我一定要加码，提醒所有老朋友一个完全免费，纯粹是福利中的福利。如果您不用，就等于白白浪费了自己权益的超级好康，那就是政府提供给咱们的免费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和4大癌症筛检。咱们缴了一辈子的健保费，这些服务就是回馈给咱们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放住不用，简直就像买了票却不进电影院一样亏。首先是成人健康检查，请您记住这2个关键的年龄节点，只要是40岁以上、未满65岁的朋友，政府提供您每3年一次的免费健检，而对于咱们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福利升级了，是每年一次。对，您没听错，是每年都可以免费做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您只要带着您的健保卡，去到住家附近任何一家有参与这个计划的诊所或医院，直接跟挂号柜台说我要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就可以啦。这套检查内容很实在，包括基本的身体检查、血液检查、尿液检查，还有健康咨询。现在很多县市政府还会自己加码，提供像 B 型、C 型肝炎筛检这样的项目。这些检查就像给咱们的身体做一次年度保养检视，能及早发现很多慢性病的苗头，比如血糖偏高、血脂异常等，让咱们能及时调整生活习惯或就医，避免发展成大病。这钱是政府出的，咱们不用，他也不会退给咱们，所以千万别客气，时间到了就去检查。另外，绝对不能忘记的是4大癌症免费筛检，这可是救命级的福利。包括胰大肠癌筛检，50岁至74岁每2年一次粪便潜血检查。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拿个采便管回家采样，再送回医院或卫生所，一点都不痛苦，却是发现早期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2、口腔癌筛检，30岁以上有嚼槟榔或吸烟习惯者，18岁以上有嚼槟榔原住民，每2年一次口腔黏膜检查，张开嘴让医生看一看，几分钟的事儿。3、乳癌筛检，45岁至69岁妇女，每2年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检查。4、子宫颈癌筛检，30岁以上妇女每年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这些筛检都是经过科学验证，能有效降低癌症死亡率的。咱们社区里好多老伙伴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免费筛检，发现了非常早期的癌细胞，经过治疗，现在依然健健康康的散步，带孙子。这不仅是省钱，这是在为咱们的生命健康加上一道重要的保险。这些筛检的资格和地点，问问您常去的诊所医生或者当地的卫生所，他们都会详细告诉您。聊了这么多，李福云最后想说说心里话。咱们这辈子习惯了勤俭，习惯了付出，有时候对于自己应得的福利和权益，反而有点怯于开口，懒于了解。但省钱绝对不是抠门，它是一种积极管理生活，让自己过得更从容、更有尊严的智慧。我们按时缴纳健保费，这些省钱的办法，免费的检查，本来就是这个制度设计中回馈给我们的一部分。各位亲爱的老朋友，不知道您现在去医院看一次病，挂号费大概要花多少钱呢？您以前用过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减免福利吗？有没有哪次因为不知道而多花了冤枉钱的经验？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在下面的评论区里一起聊一聊，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和心得。您的一句话可能就能点醒另一位还蒙在鼓里的老伙伴。如果觉得李福云今天这番话确实对您有点帮助，请您务必帮我点个赞，再顺手把这篇内容转发给您的家人群、朋友群，让更多的老伙伴们都知道，咱们手里这张小小的健保卡原来有这么大的学问，能帮咱们守住这么多的养老钱。我是安享晚年的李福云，感谢您的耐心倾听，咱们下期再会。